10年有多长？相信在座的观众大部分工作时间都还不到10年，应该很难想象陪伴一个项目走过10年吧。我在2016年启动了一个新项目，到今天10岁了。它是一个物联网系统，包含了部署在服务器上的云端系统和安装在设备上的终端系统。云端系统的设计其实没啥很特别的，什么异步架构，什么 GraphQL，什么 Postgres，都是我在之前视频里分享过的技术栈，这里就不再重复了。本期视频要回顾的是终端系统，在这10年里，它几乎每年都经历一次掀桌子级别的更新迭代，而它这跌宕起伏的10年，也见证了软件技术这10年的发展。对于那些刚步入职场还没有多少经验的萌新，你也能提前感受一下，以年为单位长期运营的软件系统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。这个终端系统其实只需要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把云端发过来的素材显示在屏幕上。这里最难搞的是显示，因为它涉及到对 UI 的控制。所以在2016年立项时，我遵循了第22期视频里提到的3M 原则，先 make it work， 寻找最简单的解决方案。那么有什么东西可以很轻松的把文字、图片、视频等素材按照指定的尺寸和比例排列组合在一起，同时显示在屏幕上呢？答案自然就是浏览器了。在云端系统上储存素材，然后生成一个 HTML 页面，把素材按照要求缝合起来，最后把这个网页的地址发送到终端。终端只需要调用浏览器全屏打开这个网址，任务就完成了，够简单了吧？所以在一开始，整个终端系统上就只有2个功能模块，一个是用来接收云端指令的 Consumer， 基于我最喜欢的消息队列框架 RabbitMQ， 它也是最经受住考验的框架，因为在接下来的10年里，它一直稳如泰山，没有出过任何问题。而另一个模块就是控制浏览器的 Controller， 用到的是当时最成熟的浏览器自动化框架 Selenium。虽然 Controller 唯一的工作就是打开网址，但有了自动化框架之后，我们就能做一些更复杂的操作。比如说收到新的网址时，我们可以先在另一个 tab 里把它打开，等它渲染结束后再切换到前台，这样就能避免画面出现长时间的 loading 白屏。从性能上来说，这不是最优解，毕竟浏览器自己就是一个不小的 overhead。但在项目初期，性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能够尽快达成把东西显示在屏幕上这个终极目标。做到了这个，我们才有下一步可言。到了17年，我们陆陆续续的增加了很多模块，比如把素材文件提前下载到本地缓存的 Cacher， 记录系统运行状态的 Conditioner， 截取当前屏幕画面的 Capturer， 收集各种数据往云端回传的 Collector 等等。它们之间会存在各种形态的依赖，有些还会通过消息队列进行异步交流。那么对这些模块的管理就需要有一个更完善的机制了。而恰好在那个时间，我对 Docker 和容器技术的3年考察期刚刚结束。Docker 提供了在单一主机上管理、调度和监控多个容器的能力，正是我需要的那种控制中心。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决定把所有模块都打包成容器镜像，让 Docker 统一管理。至于它带来的额外负担，就像浏览器一样，也是在项目初期可以接受的。即使在短短2年后，它就成为了要消灭的瓶颈，我也没有后悔在当初选择了 Docker。别的不说，它至少给我带来了容器技术的实战经验，这样我在后来的项目里都敢大胆的使用容器架构、容器集群，并且获得了很大的成功。因为在项目开始之初，第一个选择的框架是 Selenium， 用的语言是 Java， 所以就着技术栈越少越好的原则，后面增加其他模块时，也是优先选择 Java 工具库，用 Java 来写。但这显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决定，因为大部分的应用逻辑要么是跟 UI 有关，要么是跟 OS 有关。这些在 JavaScript 和 Bash 上面都比 Java 做起来更轻松，毕竟 Java Applets 已经退位很多年了。要换掉它的最大问题是找不到 Selenium 的替代品，而我又不想同时维护 Java 模块和 JavaScript 模块。转折就发生在18年 ，Google 发布了一个全新的浏览器自动化框架 Puppeteer。这个 Node.js 框架原生态的兼容了 Chrome 浏览器，无论是功能还是性能都能够吊打 Selenium。这正合我的意，所以用 Puppeteer 加 Node.js 替换掉 Selenium 加 Java 就是名正言顺的事情了。把 Java 代码全部用 Node.js 重写，听起来好像很大的动静，
其实并没有，因为复杂的工作大多都是工具库在做，而我们的代码其实有点像个搬运工，在数据库和工具库之间把数据搬来搬去。所以整个重写里最大的挑战就是找到合适的 Node.js 工具库去替换现有的 Java 工具库。同样的事情在7年后会再次发生，也再次体现了一个编程语言的生态才是它最大的财富。时间来到19年 ，Docker 成为整个系统的瓶颈，但并不是因为性能问题，毕竟在终端上不存在什么高并发、低延迟的需求，只要能正常跑起来，不把资源吃光就行了。问题出在和硬件的交流上，我们的终端系统在迭代中开始越来越多的跟硬件打交道，而管理硬件的模块都是和底层 OS 深度绑定的，比如说 DIM、KMS、X11这些显示控制模块，蓝牙模组 BlueZ、控制时钟的 RTC 等等。理论上你可以在容器里操作这些模块，但这需要很复杂的权限配置，尤其是涉及到 Display Session 的，我们还得手动绕开一些安全机制，比如在容器外写一个小的程序负责操作屏幕，并且提供一个独立接口，容器内再通过 Socket 调用这个特殊的接口，就得绕一大圈。到了这个时候 ，Docker 带来的麻烦已经远远超过了它所带来的价值。毕竟它的核心价值，什么沙箱环境、标准化镜像、弹性扩容这些，我们都用不上。所以当前任务就是找到一个更轻量的模块管理框架，而答案其实就在眼前，那就是 OS 自己在用的 systemd。这个时候距离 systemd 的八卦已经过去好几年了 ，Linux 社区那些老顽固也都接受了它的存在，所有主流 Linux 发行版都已经默认使用 systemd， 所以我甚至都不需要加上什么安装步骤。把代码从 Docker 迁移到 systemd 的工作也是相当轻松的，因为当初我留了一手，所有的容器相关代码都是 Docker file、compose file 这类静态的配置文件，没有用任何的 Docker API 或者是 SDK 写动态逻辑。而 systemd 本身也是通过静态配置文件来控制的，所以迁移工作就只是将一个格式的文本转换成另一个格式的文本，非常直接。这次迁移还顺便让终端系统瘦身了不少。因为模块之间有很多共用的工具库，原本打包成为容器时，大家都得复制一份到自己的容器里。现在大家都在同一个文件系统里，直接共享就行了。时间来到20年，用浏览器承载一切素材的架构开始变得吃力。一是因为素材的种类在持续扩大，比如滚动文字源、动态二维码、视频直播源，这些在网页上实现都需要先嵌入各种工具包。叠加起来会让这个网页越来越臃肿，运行起来也越来越迟缓。二是因为 Chrome 开始滥用垄断地位，随便改规则，浏览器的功能和权限范围都变得非常不稳定。谁也料不到明天醒来收到的更新又少了什么接口，又多了什么弹窗。为了摆脱这个局面，我选择了去中心化，就是不再把所有素材都塞到浏览器里，而是用 OS 上面的原生程序一对一控制。比如视频和直播就用 VLC 播放器，图片就用 OS 自带的相册。这里最大的挑战是原生程序需要用命令行去控制，我们就得搞清楚有多少命令可以选。比如 VLC 就有接近2000个可以设置的参数，至今我都还没有搞懂其中的1/10。好消息是，砍掉内存吞噬者 Clone 之后，终端上的内存从岌岌可危瞬间变得游刃有余，卡顿和延迟问题也立即灰飞烟灭。但我并不后悔当初选择浏览器为中心的架构方案，因为这在早期解放了我们，让我们可以把精力投入到完善整个系统，增加辅助模块、打磨硬件控制等等。可以说站岗了5年没闹出什么大问题，浏览器也算完美的完成了它的使命。到了21年，优化的脚步终于来到 OS 面前。这6年来，我们看着这个 Ubuntu 系统从 V14 一路升级到 V20，每次版本升级都是痛苦的。用过 Ubuntu 的应该都懂，一次更新往往会有几百上千个改动，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一一确认它们是否会对模块造成影响，只能先接受，等哪出了 bug 再去找根源。这个问题本质上和前面的浏览器是一样的，不可控的更新带来了不可控的风险。所以解决方法也一样，摆脱这些不可控的更新。我决定不再用现成的 Ubuntu， 而是从 Linux 内核开始打包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定制 OS， 这样就能把主动权彻底掌握在自己手上，
原本是要在 Ubuntu 上面做减法，而且只能够在 runtime 实时修改，还得防着官方的更新。现在则是在内核上做加法，要什么就加什么，而且在 build 的时候就已经配置好了，开箱即用。比如在很多模块里，有不少代码是用来确认环境状态的，包括确认一些系统配置是否正确，一些系统功能是否已经启动。因为如果这些依赖有问题，模块就没办法正常运行了。现在这些代码全部都可以拿掉，因为 OS 是自己打包的，前置条件100%正确，应用层只管用就行。让应用逻辑和系统逻辑进行结耦，也大大降低了不必要的复杂度。在整个终端系统被从头到脚优化一遍之后，我也没能找到什么新的突破口，就这样小修小补了4年，直到2025年出现了上期视频提到了用 Rust 重写 Node.js 的方案。换掉 Node.js 其实是必然发生的事情。自从把 Java 换成 Node.js 已经过去了7年，对于迭代速度极快的前端技术，7年足以见证几个大时代的起起落落了。我们用到的很多 Node.js 工具库，要么因为跟不上技术的演变已经被开发者弃坑，要么因为演变得太激烈，全是 breaking change， 导致我们跟不上，只能忍痛锁定版号。就这样下去的话，很快我们用到的大多数工具库都会凝固在某个版本上，让我们动弹不得。而在20年拿掉浏览器为中心的架构之后， JavaScript 其实也没有什么必须存在的理由了，所以我决定用一个更稳重一点的语言来换掉它，并且趁这个机会自我实现一些核心功能，摆脱对外部工具库的依赖。而之所以选择 Rust 作为那个替代品，纯属巧合。就像17年的 Docker 那样，我刚好完成了对它的3年考核，然后刚好想要找一个实战机会把它用一用，于是就这么天时地利人和的 Rust 赶上了这个项目。因为这个重写还在进行中，我就不做什么总结了，等下一个10年的回顾视频吧。回顾这个系统10年的演化，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经典的3M 原则的案例。不要想着一步到位，因为技术一直在变，人的认知也一直在变。与其想半天下不了手，不如先动手把今年的想法做出来。至于等到明年它还是不是最优解无所谓，那是明年的你需要关心的事情。用伟人的一句名言来总结，就是一个技术的命运固然要靠自身的水平，但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。